我的绣球丢了3次，都被同一个女子接到，满城百姓都在笑话。偌大的平州竟没一个男子愿意接绣球，丞相千金要嫁不出去喽！我爹震怒，我却小声安慰他，那是竹马派来的丫鬟，只因他今日去码头接表妹，才不便亲自来。谁知我爹更怒了，你睁眼好好瞧瞧，那女子是你那竹马鹤池的丫鬟吗？我这才看清，握绣球的竟是个面生丫鬟，而鹤池那贴身丫鬟压根不在人群中。我僵立台上，心寒彻骨。无措时，那陌生丫鬟高举绣球，朗声道：“我家公子俊朗有才，姑娘可愿给个机会？”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怔住一瞬，台下窃窃私语。我看着那丫鬟衣着干净，看起来像是大户人家的。于是片刻之后，我仰起头，好，这门亲事我认了。回府后，刚踏进书房，父亲便猛地摔上门，跪下。他胸口剧烈起伏，你今日是存心要气死我不成？那绣球你大可不必认，大不了我江家对外宣称规则有书，另行则序便是。你何至于当众许给一个连姓名都不知的男子？我默然跪倒。他逼近一步，声音陡然拔高，你从小到大就不如你姐姐懂事，她若在世，断不会让为父在满城百姓面前蒙此大辱，更不会如此轻贱自己的婚事。这句话像淬了冰的针，刺得我心口一缩。又是习字，他说不及你姐姐半分灵秀。我学琴，他叹若有你姐姐3成天赋便好。如今连我的婚事都要活在姐姐的影子下。他可知，就是因为他这般偏心比较，我才想着要为自己做一次主。他见我不语，更是怒火中烧。说话，平日与鹤池那帮纨绔厮混时不是能言善道，如今倒成了哑巴。我抬头直视他，爹爹既觉得女儿处处不如姐姐，又何苦为我的婚事动怒？横竖，我嫁与不嫁，嫁得好坏，在您心里不都一样吗？他像被戳中了痛处，脸色霎时灰败，却又因我扶了他的脸面，高声呵斥：孽障，这般顶嘴，我生你有何用？他抬手给了我一耳光，我捂着脸，心里却无比的淡然。这些话我听到耳朵都起茧子了。这一巴掌算是给父亲解气了。女儿告退，我回到闺房，脸颊还火辣辣的疼，对着铜镜照了照，五指印清晰可见。我从装匣底层取出那枚羊脂玉佩，玉佩温润，刻着并蒂莲，这是鹤池送我的生辰礼。那日他翻墙入院，鬓角还沾着晨露，他笑嘻嘻地把玉佩塞进我手里。阿姨，这是我娘给的传家宝，让我给未来儿喜。我怔住，心跳如擂鼓。他凑近，呼吸拂过我耳畔，等你及笄，我就风风光光来提亲，让你做全平州最让人羡慕的新嫁娘。那一刻，我信了，信他会为我收敛纨绔性子，信他会如他承诺的那般给我一个家，所以我才敢赌他会来接我的绣球，赌他会给我一个体面。可我输了。次日，我拿着玉佩去了贺府，门房见是我，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尴尬。江小姐，夫人她，我知道鹤池他母亲并不喜欢我，不想见我也是应该的。可我语气平淡，无妨，我来归还件东西，还完便走。他只得引我入内。穿过回廊时，我听见了鹤池的朗朗笑声，其间还夹杂着女子娇柔的嗓音，大概就是那位让他不顾一切都去接的表妹吧。我的手指微颤，脚步却未停。贺夫人正在修剪牡丹，见我来了，眼皮都未抬。江小姐昨日好大阵仗，如今满平州都在议论，说丞相千金会演独剧，许了个不知根底的人。你父亲可同意你这门亲事？不劳伯母操心。我的手指轻攥了一下裙边，而后递上玉佩。今日特来，是物归原主。他瞥了一眼那玉佩，并未伸手来接。池儿虽年少顽劣，但送出去的东西哪有收回的道理？何况这玉佩本是一对，另一只早不知被他送给哪家姑娘了。你手里这个是假的，江小姐不必为此烦忧。我心口一刺，收回手。既如此，那我便扔了吧。他终于抬眼看我，目光锐利。
既然江小姐如此果敢，我也不绕弯子了。我们贺家虽不及相府位高权重，却也是清清白白手里的人家。你既已当众许了他人，就不必再和池儿走得太近，与你名声有碍，与我贺府颜面也无光。江小姐请回吧。说罢，他便头也不回地走了。门外脚步声急促而来。阿鱼，贺池急匆匆赶来，额上还带着汗。他身后跟着陈婉，他腰间正挂着一枚相似的玉佩，与我这个并无两样，只是看起来更精致了。他那个才是真的。我心寒了一瞬。贺池看见我手中的玉佩，面色一变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我平静道，本想着物归原主，不料闹出了笑话。我直视他，心里满是不解。贺池，这玉佩是假的，那日来接绣球也是假的。你不想娶我，何必惺惺作态呢？他欲言又止。昨日之事，我可以解释。算了吧。江姐姐。林婉儿突然屈膝行礼，眼睛红红的。江姐姐，都是婉儿的错。那日若不是为了接我，表哥也不会误了姐姐的绣球招亲。我冷冷地看着她，陈姑娘请起，这般大礼我受不起。她不起身，反而哭得更凶。婉儿知道姐姐心里怨我，可婉儿真的不是故意的。那日表哥说一定要亲自来接我，还说在芙蓉斋给我备好了一桌酒菜迎我，这才耽误了。我怔了一下。芙蓉斋，京城第一大酒楼，雅间需提前1月预定，所以贺池根本不是临时起意去接陈婉，而是他本来就没想着要来。心如坠冰窟。贺池心急的神色毫不掩饰，连忙上前扶他。婉儿，快起来，这不关你的事。陈婉儿借着贺池的力道起身，却仍抽抽噎噎。若是姐姐生气，打我骂我都行，只求姐姐别怪表哥。婉儿。贺池急忙打断他，满脸心疼。看着他们这副情深意重的模样，我兀地笑了，笑自己很蠢。贺池，你早知你表妹会在那日来京城，所以故意让我求父亲把绣球接亲日定在那天，又在那日故意把东西落在家里，让丫鬟回家去取，来不了我的招亲。我说的可一字不差。贺池有些慌乱。不是，都只是巧合，你听我解释。陈婉儿眼看贺池心思动摇，于是又跪下来扯住我的衣袖。姐姐要打要骂都冲着婉儿来，不要再责怪表哥了。贺池眼见拉不起来陈婉儿，于是转头对我说，阿鱼，婉儿也是一片好意，不想让我们因为她生了嫌隙，你快帮我扶她起来，她身子弱，经不起你这样惊吓。这些事我日后再与你解释。我转头打断他，我不过是站在这里听你们一个解释一个请罪，倒成了我的不是。他这般膝盖软，硬要跪，谁能拦得住？说罢，陈婉抽泣得更快了。姐姐说的对，婉儿在这跪1天1夜都是活该的。贺池哥哥，你走吧，婉儿在这里帮你赎罪，直到姐姐原谅你。贺池终于恼羞成怒。江鱼，婉儿已经这般低声下气，你还要如何？原本我以为已将伯父的权势退了这门亲事也不难，到时待风头过去，我自会登门提亲。可你如今强词夺理，咄咄逼人，欺负一个比你柔弱的人，哪有半分高门贵女的样子？江鱼，你现在马上跟婉儿道歉，否则就别怪我。我看着他将林婉儿护在身后的样子，忽然想起去年灯会，有个卖花女不小心撞到我，她也是这样护在我身前。如今她却为了另一个女子指责我。我忍着心痛，强装镇定打断，别怪你什么？别怪你不娶我。贺池，你以为我还在意这个？他像是被我的话刺痛，语气骤然冷厉。好，怪不得平州所有人都说你不如你逝去的姐姐讨喜，我如今也算是明白了。就你这般强词夺理，你父亲都没有半分看重你，遑论我们这些外人。我劝你看清楚，整个京城除了我，没有人愿意娶你。他一把抱起陈婉便往外走，临走时给了我一个愤恨的眼神。江鱼，我真是再也不想见到你。我的心被狠狠刺痛，记忆被拉扯回许多年前。7岁那年，我在姐姐的生辰宴上背不出诗，被父亲当众斥责。我独自躲起来哭，是贺池在假山后和别人说，阿鱼这般聪明，
怎么会背不出诗？只是他太紧张了而已。12岁，我爹给姐姐找了一个书法老师，而我只能自己乱写。结果在父亲生辰宴上出了丑，被父亲当众训斥，说不及姐姐半分。贺迟却拿起我的字帖反驳：别听你爹的，我看就很好。及笄那年，众人围着听姐姐抚琴，唯有他溜到我身边，递给我一包糖炒栗子。他说：你爹不让你学琴，那你来我家跟我一起学打马球，这可比那厉害多了。他还说，我前日看见你给城西那个小乞丐送吃的了。我就知道我们阿谀心善，就是这些零星却珍贵的善意，才为我构筑了一个可以喘息的世界。所以不论外人说他多纨绔，多不着正道，我都会对他有独一份的维护。如今看来，是我错了。3日后，管家来报说有位姓沈的公子求见，还提及了绣球之事。我正临窗插花，闻言手指一顿，请他去花厅。我换了一身素净的衣裙，未施脂粉，只簪了一只简单的玉簪。花厅里，一个挺拔的背影立在窗前。闻声，他转过身来，那是一张极为俊朗的容颜，眉目深邃，气质清贵。江小姐，他微微颔首，声音低沉悦耳。我俯身回礼，公子请坐。我垂眸看着杯中浮沉的茶叶，等他开口。那日接绣球的丫鬟是在下府上的，她语气平和，今日特来拜访，是想亲自问一句，江小姐那日所言可还作数？我抬眼看她，我既当众应下，自然不会反悔。那便好。他目光坦然介绍自己，在下姓沈，单名一个燕字。与此同时，父亲也已赶到花厅。见到沈燕的瞬间，他脸色骤变，竟是要行礼，不知王爷驾到，有失远迎。王爷，我正在原地。沈燕抬手虚扶，江相不必多礼，今日我是以晚辈身份前来。父亲的脸色变了又变，最终化作一声长叹：小女顽劣，恐怕是配不上嫁入晋王府啊。江小姐很好。沈燕打断他，随后看向我。那日让丫鬟接球，是不愿以身份相携。若江小姐因我的身份而被迫应下，非我所愿。我还未从她身份反应过来，心头便又微动。在这满城街笑我窘迫之时，竟有人如此顾及我的感受。他继续道：既然你应了，我便不能让你受委屈。3日后我陪你面圣求赐婚，有皇家旨意，那些闲言碎语自然平息。父亲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沈燕，终是点了点头。3日后，我和沈燕如约进宫请旨。拿到明皇卷帛的赐婚圣旨时，他看着我，目光温和。本想着1月后完婚，但你若想缓些时日，婚期可以推迟。我摇了摇头，不必，但凭王爷安排。他微微颔首，好。临走前，他似想起什么，又道：明日宫中设宴，你若愿意，我可来接你同去。我抬眼看他，王爷不必特意。他语气平静，无妨，顺路而已。我心中那块石头终于落地。与他分别后，我回府，刚到江府门口，便遇上了一群人，正是贺迟与他那帮纨绔友人。他们似乎刚从马球场回来，额上带汗，喧闹不已。一众人一眼便看到了我手中的圣旨。他身旁的纨绔一脸看好戏的调笑。江姑娘不愧是高门贵女，追情郎都这般雷厉风行。这不，接完绣球不认，连忙进宫请旨赐婚了。谁不知道江姑娘离了贺兄半盏茶功夫就要来跟我们要人呢？贺兄，快去哄哄你的小娘子吧，免得连我们一起遭了殃。满堂哄闹声中，贺迟大概也觉得我丢脸，他蹙眉睨我，没一声好气，你求了赐婚。我眉眼间都是淡然，坦然相告，却是求了恩典。不过他冷笑着截断话头，江瑜，你就这般急着嫁给我？放眼整个京城，哪家的娘子跟你一样，简直不知廉耻。本想着那日分别后就各自安好，可那淬了毒的言语仍扎得我心口发颤。想到我即将嫁入王府，我还是不愿跟他们过多纠缠，于是强忍着心颤，故意疏离淡笑道：贺公子多虑，我要嫁的并非你。四座霎时爆出嗤笑，有人捏着嗓子学我语调。
贺公子，你多虑了，以往都是叫阿池，如今倒改成叫公子了，真是稀奇。哎呦，就在接绣球前几日，江小姐还冲进世子府，非要你陪着打马球。今儿个她就不要你了。贺兄，您听着怕是不怕啊？快去查查今儿太阳打哪边升的。查什么？分明是江小姐欲擒故纵啊！诸位好生学着，以后方便追姑娘们啊。听着这些奚落，沈燕只漫不经心把玩玉佩。江瑜，你是因为那句我不想再见到你才急了，所以才决定进宫请旨赐婚，逼迫我娶你。你这勾搭人的把戏什么时候这么恶心了？霎时，我抬眸看向他，满眼难以置信。我勾搭你？眼前这个相识10余年的少年郎，面目竟如此陌生可憎。我看着他，声音也变轻。贺迟，你表哥？陈婉不知从何处冒了出来，眼眶红红的。他快步走到贺迟身边，拉住他的衣袖，声音带着哭腔：原来你们早已私定终身，连圣旨都求来了。那你何必叫婉儿来京城，平白受人羞辱？婉儿还以为你今日是来与江姐姐说，要按先前约定，将她娶做平妻，给我做个伴。他这话如同平地惊雷，震得我发晕。周围那些纨绔看我的眼神瞬间变得更加鄙夷，仿佛我真的成了那个求着做平妻还暗中搞小动作的人。贺迟脸色一变，急忙拉住陈婉的手，语气带着责备，却更像是解释。婉儿，你胡说什么？我怎么会让你受辱？他转而看向我，眼神冰冷，急于撇清跟我的关系。江瑜，我不知你与婉儿说了些什么，让她产生这等误会，但我贺迟不想与你演什么青梅竹马的把戏了。我本来就不想娶你，我也在此明言，我心中唯有婉儿一人，绝无可能娶你，无论是正妻还是平妻。你趁早死了这条心。明知跟他没有结果，但听到他这样说，我的心还是忍不住颤了一下。可我什么都不想说，只轻轻吐出几个字：好啊。宫中夜宴那日，晋王府的马车准时到来。沈燕并未多言，只伸手扶我上车，举止间自有不容忽视的维护。马车行至宫门，须步行入内。我与沈燕并肩，她刻意放缓了步伐，迁就着我的速度。行至一处僻静的回廊，却意外撞见了贺迟与陈婉。他们似乎刚从廊柱的阴影后走出。陈婉鬓发微乱，脸颊泛红，正手忙脚乱地整理着略有褶皱的衣襟。贺迟的脸上也带着一丝未褪尽的潮红和尴尬。四目相对，空气瞬间凝滞。贺迟下意识地侧身，想挡住陈婉，他目光闪烁，不敢与我对视。沈燕淡淡瞥过他们，认识？我收回视线，也淡定回应，不熟。贺迟却像是被我的忽视刺激到了，他突然快步走到我面前，声音开口：阿瑜。我停住脚步。昨日我是因为那群兄弟都在，不想失了面子才对你大吼大叫的，并非故意。我跟婉儿商量过了，她没那么介意娶平妻之事，所以你别生气，更不必。说罢，他不怀好意地瞪了沈燕一眼，更不必找个陌生男子来这宴会惹我吃味。我身边的人未言一字，鼻子里轻易出的声音满是嘲讽。我看了沈燕一眼，却不料被呵斥瞟见，他竟直接往我手里塞了个锦盒，语气还带着一种施舍般的别扭。过几日就是你生辰了，这是提前给你的贺礼，到时我自会去你府上提亲。陈婉儿也整理好仪容，走上前来，她柔柔弱弱地开口：江姐姐，以前是婉儿不懂事，惹姐姐生气了，婉儿以后一定好好与姐姐相处，共同侍奉。一直静立在我身旁的沈燕唇角勾起一抹极淡的弧度，似笑非笑。丞相千金下嫁你家，还须得和个上不了台面的女人做平妻，这位公子可真是会做梦啊。贺迟的脸色突然一黑，你算什么好东西？不过是靠着丞相千金的身份才能来这宴会，何时轮得到你说话？沈燕身后的丫鬟突然上前一步，正是那日接我绣球的女子。如云眼神锐利，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：大胆！晋王岂是你们能随意编排的？只片刻，贺迟脸上的血色褪尽，陈婉更是抖得跟风里落叶似的，死死攥着贺迟的袖子。
沈燕连个眼神都懒得再给，只留下一句如云：这二人你来解决。随后虚扶着我手臂，径直往大殿走。宴席开场，我与沈燕坐在离御座极近的位置，偶尔低语，姿态从容。我能察觉到鹤池的目光一直缠绕在我身上，他满眼不甘和不可置信。酒过三巡，皇上含笑举杯，目光扫过全场，最后落在我与沈燕身上。今日朕有一桩喜事要昭告诸位爱卿。殿内渐渐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。皇上声音洪亮，带着不容错辩的喜悦。靖王沈燕与丞相千金江瑜良缘天定，朕心甚慰。朕已特赐婚约，册封江瑜为靖王妃，则即日完婚。殿内瞬间响起一片压抑的惊呼和窃窃私语。鹤池手中的酒杯哐当一声掉在桌上，酒液四溅。他猛地站起身，脸色惨白如纸，眼睛死死瞪着我，又瞪向沈燕，嘴唇颤抖着，像是想说什么，却一个字也发不出来。只片刻，贺夫人便将他一把拉着坐下。我余光中看到他母亲训斥了他几句，随后又跌坐在位置上。整个宴席，他再没了之前的嚣张，只是失魂落魄地坐在那里，眼神空洞。宴席散后，沈燕送我回府，马车在相府门前停下。沈燕看着我，眼神在月色下显得格外温和。江小姐，你生辰那日我便会去府上提亲，7日之后便是我的生辰。这比之前定下的日期提前了好久。我愣了一下，可没说什么，只是应了好。如云扶着我下车时，笑着低声说：江小姐，王爷是心急了呢。我不解。他神秘兮兮，姑娘以后便可知了。沈燕没解释，浅浅一笑。夜凉，早些歇息。我点头，看着他转身上了马车，消失在夜色中。刚踏入府门，绕过影壁，一抬头便见院墙头上坐着一个人影，月光勾勒出熟悉的轮廓，是鹤池。他像从前无数次那样翻墙而入，坐在那里。可此刻我只觉得无比厌烦。阿瑜，他跳下墙头，声音带着酒气，也有些支吾。你真的要嫁给那个靖王？你莫不是气我那日对你说了重话，又故意气我的吗？我压下心头的恶心，冷声道：我的婚事与你有何相干？还有贺公子，夜深人静，你翻墙闯入我家后院，是想做什么？他不敢相信，从前我都是这样，你也知道是从前。他有些急切地上前2步。阿瑜，我知道我之前话说重了，我道歉，但你不能拿自己的终身大事赌气啊。那靖王，他身份是高，可他人品如何，你知道吗？他常年不在京城，神出鬼没，谁知道底细？你父亲江伯父他怎么会同意？我们贺家虽不及王府，可也算是京城能叫得上的世家。鹤池，我终于忍不住打断他的话。看着他着急的样子，我真的有一丝不理解。明明说不想娶我的是他，可现在让我别嫁给别人的也是他。我轻笑着，死死压抑着心中的怒火。你说沈燕不好，可你又是什么好东西？你可曾真正尊重过我？你一边与你的好表妹纠缠不清，一边又来这里对我说这些似是而非的话。你把我当什么？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玩物吗？你口口声声为我好，那你可知你此刻爬一个已定婚约女子的墙头，若被人看见，会给我引来多大的非议？你从来只凭自己高兴，何曾为我想过一分一毫？他张了张口，阿瑜。我看着他瞬间苍白的脸，心中只有一片冰冷的失望。鹤池，收起你那些可笑的心思，我嫁与不嫁，嫁的是谁，都与你再无干系。请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我嫌脏。我没有再说一句话，转身决绝离开。离沈燕提亲还有3日，府里正在清点嫁妆。陈婉儿不知何时寻了过来，站在院门口，怯生生地望着我。江姐姐，她声音细弱。婉儿思来想去，还是觉得不该让姐姐委屈。她吸吸鼻子，一副深明大义的样子。婉儿愿意做妾，只求姐姐别嫁靖王，再给表哥一次机会吧。我简直被她这脑回路气笑。陈姑娘，
你愿意做妾是你的事，与我何干？正说着，2个小厮抬着个沉香木箱进来，说是从库房清出的旧物，让我过目。我懒得理会陈婉，转身要去查看刚抬进来的香笼，他却突然上前想拉我衣袖，我下意识侧身避开，他竟顺势向前一扑，像是要摔进旁边的荷花池。小心！我下意识伸手想拉住他，他却像是受惊般猛地一躲，后背正好撞在刚打开的沉香木箱上，哗啦，香笼倾倒，里面的旧物散落一地。怎么啦？父亲的脚步声由远及近，显然是听见了动静。陈婉儿跌坐在地，小声啜泣起来。不怪江姐姐，是婉儿自己没站稳。父亲皱眉扫过满地狼藉，目光突然定在从箱中滚出的一幅卷轴上。我的心猛地一跳，那是我8岁时画的《百蝶戏春图》。那时姐姐刚凭一幅牡丹争艳得了父亲盛赞，我不服气，偷偷熬了3夜画出这幅画，想证明我比姐姐强。可就在我准备把画送给父亲的前一晚，我发现姐姐养的那只白猫死在了我院子里。我至今记得父亲看到猫尸和那幅画时的眼神，他认定我因嫉妒毒死了姐姐的猫，还因为画上那句春尽蝶亡的题词，认为我在诅咒姐姐。那幅画被父亲当场撕碎，我没想到残卷竟一直收在这箱底。父亲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这东西怎么还在？我心头一紧，父亲，我记得当年就让你烧了。他声音里压着怒意，你姐姐才走多久，你就把这晦气东西翻出来？陈婉儿在一旁小声啜泣，怯怯地故意拱火。伯父别生气，江姐姐一定不是故意的。我厉声喝止他，你住口！父亲却像是被这句话点燃了所有怒火。故意？我看他就是故意的。从小到大，但凡他姐姐有的，他都要争要抢，比不过就使这些下作手段。他一把夺过画轴，尽数扔在我脸上，指着我的手指尖发颤。你姐姐那般疼你，你却因我夸她几句就毒死她的猫，如今还要留着这秽物。积压多年的委屈和愤怒瞬间决堤。我都说了，我没有毒死她的猫，那猫是自己误食了毒鼠。当年画这幅画，我只是想证明我不比姐姐差，题词也是我随手写的，我怎知？父亲冷笑着，事到如今还要狡辩。我看你是存心不想让你姐姐安息。我看着他那双写满不信任的眼睛，所有解释的话都卡在喉咙里。这么多年了，他从未爱过我，遑论信我。父亲，在您心里，我一直就是这么恶毒的人，是吗？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轻得像叹息，也听见他满不在乎的冷哼。陈婉儿的抽泣声细细传来，更添了几分压抑。我突然就笑了，心里只觉得疲惫。父亲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不仅害死了姐姐的猫，还害死了姐姐吧？只片刻，他身子颤了颤。只要是姐姐，他总是这样不淡定。我有时候真的在想，要是那晚死的是我，父亲会不会这样难过？可我又在想，我怎么会死呢？10岁那年，我和姐姐同时掉进水里，他急得要死，亲自跳进湖里将姐姐捞上来，而我差点被淹死。我那会儿便知永远不会有人来救我的，只能靠我自己。于是我3番5次地跳进湖里，自练水性。而姐姐呢，父亲心疼她，心疼得要死，舍不得让她沾水。她自然不识水性，所以她落水后再也没能活过来。我一边难过，一边卑劣地笑着。父亲，我没被淹死，你是不是觉得很可惜？你是不是觉得要是我带姐姐去死就好了？父亲指着我，气得说不出话。孽障！他扬手给了我一记耳光，比以往任何一次都重。我踉跄着站起身子，手势从散开的发间滑落，掉在满地狼藉中。我平静地抬起头看他，父亲这些年给的巴掌，也足够让我还了养育之恩。我摘下头上那只他去年所赠的玉簪，慢慢松手，玉簪掉落在地上，应声而断。待我出嫁，父女情分犹如此簪，父亲也可以当我死了，遂了您的愿。提亲前1日，下起了绵绵春雨。我正坐在窗前绣嫁衣，丫鬟来报说贺公子求见。犹豫片刻，我还是撑伞去了前院。贺迟站在海棠树下，肩头已被雨水打湿。
见到我，他眼睛一亮，又迅速暗淡下去。阿瑜，他声音有些哑，我已知婉儿去相府闹出的事了，他致使你和江伯父吵了架，是他不对。我轻轻嗯了一声。他攥紧拳头，我不知他会瞒着我。贺公子若是为道歉而来，我收到了。他被我的疏离深深刺到了。阿瑜，能不能不要这样？你还是像从前那样唤我阿迟，不好吗？我平静地打断他。贺迟，婚期在即，我得尊重我夫君。他脸色煞白，尤其是听到那句夫君后，只隐忍片刻，便再也忍不住发问。阿瑜，这些日子我想了很多，我们相识15载，难道就真的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雨声淅沥，我望着他被雨水模糊的轮廓，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雨天。那时我7岁，因为背不出诗被父亲责罚，是他偷偷翻墙进来，从怀里掏出用油纸包得严严实实的桂花糕。我轻声说，记得你第一次翻墙来找我，也是这样的雨天。他眼睛蓦地亮了，你记得？那天你哭的眼睛都肿了。记得。我打断他，可我也记得，12岁那年我染了风寒，想见你，你却让人传话说女儿家不要太娇气。他急忙道，那时是我年少无知。我继续道，那我及笄里那日呢？我带了姐姐留下的簪子，你说还是你姐姐带着更相配。你知道我最讨厌这句话，可你还是说出来了。他语无伦次，雨水顺着苍白的脸颊滑落。我那是玩笑话。说完，我便后悔了。我静静看着他，你看，你总是这样，需要我时便来寻我，不需要时便弃如敝履。如今我要嫁人了，你又说后悔。贺迟，你后悔的究竟是什么？他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声音。我轻声道，你后悔的不是失去我，而是失去了一个永远追随着你，能给你带来体面的丞相千金。你贺家这些年在京城如鱼得水，有多少是借着我们青梅竹马的情分？我不信你不知。他猛地抬头，眼底通红，不是的。我承认最初却有利用之心，可后来我是真心待你。我淡淡一笑，你的真心就是让我与别人共侍一夫，就是当着昔日同伴的面说再也不想见到我。雨越下越大，他站在雨里，浑身湿透，像个迷路的孩子。我最后说道，明日我生辰，靖王会来下聘。他踉跄后退，若我早一些醒悟，会不会？不会。我转身欲走，他在身后喊住我，雨水和泪水混在一起。阿瑜，是我以前觉得你肯定不会离开我，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地试探你的底线。若我现在说，自从知道你已有婚约后，我每日每夜都睡不着，过着行尸走肉般的日子，你会信吗？我停住脚步，没有回头。那你就慢慢习惯吧。提亲那日，靖王府的聘礼浩浩荡荡摆满了前院，红绸缠绕的香笼直堆到廊下。沈燕与父亲谈完后，寻了个借口与我走在后园小径上。你与将相。他顿了顿，声音放轻，那日之事我都听说了。我攥紧衣袖，让王爷见笑了。若在府上住着不顺心，城南有处别院景致尚可，你随时可以去住。如云在一旁忍不住插话，姑娘那日受的委屈，奴婢听着都心疼。王爷既然开口了，定会护着您的。我望着池中残荷，这么多年强撑的坚强忽然土崩瓦解。我没想到，到最后竟然是2个与我才认识不过几十天的人护着我。眼泪无声地往下掉，我慌忙去擦，却越擦越多。沈燕没有说话，只默默递过来一方素帕。哭出来也好，以后在王府不必再忍着。婚期定在下月初6，出嫁那日10里红妆，锣鼓喧天。我坐在花轿里，听着外头的议论声渐渐变了味道。瞧这排场，不知情的还以为是多风光的婚事呢。听说他姐姐死得不明不白，他就急着攀高枝了。啧，踩着亲姐姐的尸骨嫁进王府，也不怕夜里做噩梦。声音越来越响，越来越毒。我要是他，早就一根白绫吊死了，哪还有脸活着？就这还丞相千金呢？你们不知道吧？他小时候就心术不正，连亲姐姐的猫都毒死了。我看他说不定都害死了自己亲姐姐。这种人也配做王妃？靖王真是瞎了眼。
突然啪的一声，一颗烂菜叶砸在轿帘上，汁水溅了进来。滚出来！杀人凶手！不要脸的贱人！你姐姐在天上看着你呢。轿身被推得剧烈摇晃，我死死攥住嫁衣，指尖掐得发白。住手！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，贺迟敬策马冲进迎亲队伍，挡在花轿前。谁敢再诋毁江小姐半句？他声音嘶哑，眼底通红。那些谣言都是有人恶意散布，与江小姐毫无干系。话音未落，一队官兵押着陈婉走来，她发髻散乱，一见到贺迟就哭喊：“表哥救我！是姑母让我散布那些话的。她说只要毁了江姐姐的名声，你就不会想着她了。”贺迟如遭雷击，猛地转头看向陈婉：“你说什么？”如云一把掀开轿帘，厉声呵斥：“贺世子现在装什么情深意重？若不是你这位好表妹四处散播谣言，我们王妃会受这种委屈？”贺迟踉跄后退，扶住墙壁才勉强站稳。他望着陈婉那张曾经楚楚可怜的脸，声音颤抖：“陈婉你……”我轻轻放下轿帘，如云默悟了及时。晋王府内，红烛高照，宾客满堂。礼成之后，沈宴转身面向满座宾客，声音清朗：“今日趁诸位在场，本王要替王妃正一个清白。”满堂哗然中，他执起我的手，目光扫过众人。近日市井流传，说王妃害死亲姐，现经查实，所言并非事实。他击掌三声，侍卫押着几个婆子进来，其中竟有姐姐当年的贴身丫鬟。大小姐落水那日，是因丫鬟打翻烛台，为救火才失足落水，这是当年的火场记录。他取出卷宗。至于那只猫，另一个婆子跪地哭道：“是老奴的错。大小姐的猫经常偷进厨房，糟蹋粮食，惹得我被主子们扣钱，所以那日我才在厨房故意放了毒鼠药。”沈宴看向脸色惨白的贺夫人，事实摆在面前，反倒是有人借题发挥，散布谣言。也不知是故意针对我这王府呢，还是单纯瞧不起我这王爷。贺夫人顿时头低下来，再无他话。而我的父亲，沈宴每说一句，他的脸色就白一分。待听到姐姐临终前还攥着我送的香囊时，父亲终于踉跄起身：“阿瑜，为父错怪你了。”三朝回门，父亲独自等在相府门口。不过3日，他竟已生出了丝丝白发。见到我下马车，他疾步上前，却又局促地停住：“阿瑜，你可会回府住几日？”我平静地看着他，吃顿饭我便起身回府了。他声音哽咽：“阿瑜，一切都是为父的错。你与阿莹本来就相亲相爱，手足情深，是为父让你们生了嫌隙。我去你和姐姐的房里，才发现他箱子里还收着你7岁给他绣的帕子，针脚歪歪扭扭的。”我攥紧了裙边，想起昔日与姐姐打闹的场面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对姐姐的思念不比父亲少。我其实一点都不恨姐姐的，一点都不。我喉头哽了一下，既已回门见过，那饭我就不吃了。转身欲走，猛地抓住我的衣袖，又慌忙松开。当朝丞相，我从没见过他如此失态。他摇着头，满是痛苦与懊悔。阿瑜，我还看到了阿莹的日记，我才知那幅百蝶戏春图是你姐姐偷偷捡回去的。她说妹妹画得真好，不该被撕掉。她老泪纵横，为父错了，错得离谱。我望着院中那棵枯死的海棠，那是姐姐生前最爱的花，眼泪无声地落下来。我其实也恨姐姐，她害我这般被父亲瞧不起，却又会在深夜跟我说闺中秘话。她说爹爹总是夸我，不过是因为我长了一颗和娘一样的泪痣，其实阿瑜比我聪明多了。爹爹是老糊涂了，我要是爹爹，会天天夸阿瑜。他对我这般好，却又早早地抛下我。我抹掉泪，看着父亲泣不成声的样子，又扯出极淡的微笑。丞相，往后人前，为了相府和王府的体面，我自会换您父亲，谨守本分。父亲跌坐在石阶上，双手掩面，肩头剧烈颤抖。阿瑜，爹对不起你。离开相府时，贺迟等在了巷口。他眼下乌青，衣衫不整，像是几日未眠。他声音沙哑：“阿瑜，婉儿已被送去家庙。”我也是近日才知，
他竟做了这么多恶事，包括我母亲，你以前来找我时，他总会刁难你。我停下脚步，静静看着他。不重要了。他急切地上前一步，我知道现在说这些太迟，可我每日闭上眼，都是你从前的样子。若我早一些看清他们的把戏，我轻声道，呵斥，都过去了。转身上马车时，我听见他在身后哽咽，若重来一次，我定不会辜负你。车帘落下，将他的身影隔绝在外，可如云却探出身子，对马车外大喊一声，贺公子，若重来一次，更轮不到你。话罢，他探回身子，看到我满脸疑惑后，眨眼与我低声说，王妃可还记得3年前上元灯会，您与一男子在朱雀大街相撞，花灯还被撞落。我怔了怔，隐约想起确实有这回事。那个人啊，就是王爷。那日人潮拥挤，王爷还说要陪您一个，结果转头就见你跑去找贺家公子了。我可是第一次见到王爷心神不宁，见我惊讶，他越发得意。后来王爷常去您爱去的书斋，还特意学了您喜欢的琴曲。那日抛绣球，他原是想亲自去的，又怕唐突了您，这才让奴婢见机行事。他替我扶正发簪，语气轻快。说实话，那日看见贺世子没来，奴婢心里可高兴了。要是他真来了，奴婢还得想法子把绣球抢过来呢。窗外传来贺迟渐远的呼喊，如云满脸骄傲。王爷说的对，好姻缘光等着可不行，该争就得争。您说是不是？马车在靖王府门前停稳，帘笼掀开，暮色里，沈燕静立在石阶上。素日清冷的面容在见到我时柔和了几分，目光温润地望过来。我的心微微一动，原来在我追逐别人的岁月里，也有人这样安静地注视过我。我不自觉地加快脚步，衣袂拂过青石阶。他向前迎了2步，很自然地伸出手。阿鱼。他换得平静，却让我鼻尖一酸。我轻轻靠近他怀里，感受到他手臂稳稳地环住我。暗燕，我回来了。往后，这里才是我的归宿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